3000人灭一个国，李靖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算力。在公元7世纪的亚洲版图上，存在着一个令人战栗的逻辑悖论：一个身体羸弱，甚至无法骑马超过半个时辰的书生，却在脑海中完成了一次对欧亚大陆最强游牧帝国的物理格式化。很多人习惯将李靖的胜利归结为大唐的国运，或者某种玄之又玄的战神附体。但在我们复盘算法的视角下，李靖的每一场战争其实都是一场精密到毫巅的数值计算。在这位大唐第一推演大师的眼中，战场从来不是热血的杀戮场，而是一个由地形、气候、士气、后勤和心理差值构成的多维数据模型。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完美的系统清理——唐灭东突厥之战。在这场对决中，李靖面对的是手握10万精锐、背靠千里阴山、曾在渭水之盟让大唐蒙羞的颉利可汗。很多人问，10万铁骑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内物理消失？大唐的铁骑真的能实现那种超越时代的瞬移吗？其实答案不在刀剑里，而是在李靖对战场参数的极致压榨里。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个冬天，李靖已经在长安的密室中算准了东突厥这个庞大系统的所有死锁节点。在正式开战前，我们要先给当年的东突厥做一个压力测试。公元629年的草原，表面上依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黄沙铁骑，但在后台系统的底层逻辑上，它已经千疮百孔。第一，是政治冗余的归零。突厥采取的是一种分布式架构，也就是双汉制。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从行政内耗升级到了系统自残。李靖在搜集情报时，敏锐地捕捉到了突利可汗向大唐暗通款曲的信号。在他的算力模型里，这意味着东突厥的指挥链路已经断裂，颉利发布的每一条指令在执行端都会被打上50%的折扣。第二，是自然参数的物理打击。那几年的草原遭遇了100年一遇的白灾，也就是持续不断的暴风雪。这不仅仅是冻死了牛羊，更重要的是，它彻底瘫痪了突厥军队的能量补给逻辑。游牧民族的机动力建立在草场之上，当草场被冰封，他们的10万铁骑就不再是高机动的猎手，而是被困在冰原上的巨型拖油瓶。第三，是心理防线的逻辑死锁。此时的草原部落对大唐的认知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平衡点，他们既怀念抢掠的快感，又恐惧大唐日益增强的战力。李靖计算出，只要给这个平衡点加上一个微小的扰动，整个草原的效忠体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公元630年正月，寒风如刀，大地冰封。按照当时的军事常识，这种天气是绝对禁止行军的，因为非战斗减员会直接吞噬整支军队。但李靖却提出了一个让所有将领冷汗直流的方案：选拔3000精锐骁骑，放弃一切重型辎重，每人配双马，不带帐篷，直扑定襄。李靖的理由很简单，正因为常识认为不可能，所以这3000人在敌人的感知系统里就是透明的。这是一场豪赌吗？不，这是对物理参数的极致利用。李靖详细计算了战马在积雪30厘米厚度下的平均时速，以及士兵在极寒状态下维持战斗力的极限时长。他将这3000人变成了一组高频脉冲信号，在暴风雪的掩护下，实现了冷兵器时代的雷达隐身。3000骑兵在茫茫雪原上疾驰，他们的甲胄上结满了冰霜，呼吸出的热气瞬间变成冰晶。这种苦寒在李靖的算力中却成了最强的掩体。当他们越过鄂阳岭，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定襄城外时，突厥的侦察系统甚至没有发出任何预警。定襄之战是军事史上著名的认知瘫痪。
当竭利可汗在温暖的牙帐中被惊醒，听见城外唐军的号角声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唐军有多少人，而是唐军怎么可能在这里？这就是李靖追求的心理起点。在竭利的算法里，如果唐军能克服这种极寒天气出现在城下，说明两件事：第一，大唐的国力已经强到了可以无视自然规律；第二，后续的10万、20万大军必然就在这3000人的身后。李靖利用了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他没有急于攻城，而是让3000骑兵反复冲杀、纵火、制造噪音，将这种恐惧在定襄城内无限放大。结果出现了战争史上极具讽刺性的一幕：10万全副武装的突厥勇士被3000冻得半死的唐军吓得弃城而逃。这不是体力的胜利，这是信息差的胜利。李靖用3000人的物理存在，制造了一个大唐主力已至的逻辑幻象，直接熔断了敌方最高统帅的指挥中枢。竭利退到了阴山，这是他最后的堡垒，也是他认为李靖不敢进入的禁区。为了争取喘息，他派使者求和，表现出极度的卑微。在大唐朝廷内部，甚至连李世民都被这种表象迷惑，派出了使者唐俭去安抚。但李靖却在此时露出了他作为军神最冷酷的一面。他对部下张公瑾说：竭利虽然求和，但其营地混乱，防守松懈，这正是天赐的良机。唐俭这种使者，如果能用他的命换掉东突厥的国运，那他的牺牲就是最优解。随后，李靖发动了那场名震千古的阴山大突袭。深夜，1万唐军精骑在浓雾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摸到了阴山脚下。此时的突厥营地正沉浸在和平将至的虚假安全感中。当唐军的马蹄声碎裂了草原的宁静，当利箭如雨点般落下，东突厥这个曾经横跨万里的草原帝国，在那一刻迎来了他的终极清算。这已经不是战斗了，而是一场单方面的物理抹除。每一名唐军士兵都成了李靖算力中的一个处理单元，精准、冷酷、高效地清理着这个系统的冗余。竭利可汗在惊恐中被擒，东突厥彻底土崩瓦解。这一战，李靖不仅赢回了尊严，更定义了此后300年的亚洲秩序。阴山之战结束后，李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费解的事，他闭门不出，拒绝所有的庆功宴，甚至在面对诬告时也从不辩解，只是默默忍受。很多人觉得他是功高震主，但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靖作为一个顶级系统架构师的最后一次自我校准。他知道，战场的算法已经结束，接下来是朝堂的博弈。在一个新的系统里，原本强大的军事算力可能会变成一种威胁参数。他主动调低了自己的存在感，实现了从战神到隐士的逻辑平滑切换。他不仅算准了敌人的死期，更算准了自己的归途。这就是李靖，一个在病弱躯体下装着整个时代最精密算法的男人。他用一次阴山之战向后世证明，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你拥有多少毁灭的力量，更在于你对这个世界运行逻辑的底层认知。当我们今天再次复盘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是枯燥的杀戮，而是一个天才在乱世中用逻辑、勇气和克制，为大唐写下的至今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最优解。